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春节故事慢速中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，我是小美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大明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小美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今天我们聊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。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聊春节故事慢速中文。春节故事听起来很有趣。是啊，春节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节日。对，很重要。小美，你喜欢春节吗？我非常喜欢春节，你呢？我也喜欢。春节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什么？春节的时候，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。对，家人很重要。我们可以一起吃饭。吃饭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你喜欢吃什么呢？我喜欢吃饺子。饺子是春节的传统食物。是的，很多人都吃饺子。除了吃饭，你还做什么？我会看春节晚会。春节晚会很有意思吗？有些很有意思，有些可能有一点无聊。哈哈，是的。小美，你的春节故事是什么？我的春节故事啊，你春节和谁一起过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。过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过年就是庆祝春节。哦，明白了。对，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。开心，是的。我们会一起包饺子。你会包饺子吗？会一点点。我的妈妈很会包饺子。真棒。你呢？你和谁一起过年？我也是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。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帮他们贴春联。贴春联，很好。这是春节的传统。是的，所以春节是一个和家人团聚的节日。对，家人。很多故事都和家人有关。是的，我们下次再讲更多故事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聊了春节。我们聊了春节、吃饭和家人。对，很有趣。谢谢大家收听，再见。再见。大明，说到春节，我最喜欢听春节的故事。你呢？哦，春节故事，我当然也喜欢，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。是啊，比如你知道年的故事吗？年？你是说那个怪物年吗？对，就是它。我以前听过这个故事。我记得，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可怕的年兽，它每年都会来村子里。对，它来吃东西，很吓人。然后呢，人们很害怕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人们都躲起来。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它怕什么了？它怕3种东西。哦，是哪3种？第一，它怕红色。红色，所以我们春节穿红衣服，贴红对联。对。第二，它怕很大的声音。很大的声音，像鞭炮那样吗？没错，所以我们放鞭炮，很吵。哈哈，原来是这样。那第3种呢？第3种，它怕火光。火光，像蜡烛或者灯笼吗？是的，所以春节时家里都要亮灯。哇，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。是啊，它解释了春节很多习俗。对，听了故事，我更理解春节了。学习中文，了解这些故事很重要。我同意。听故事的时候，我可以学新词。对，而且这些词都是在真实的语境中。我以前就觉得光看书很无聊。是的，故事让学习更有趣。我特别喜欢听慢速中文故事。我也是，慢速中文可以帮助初学者。对，我可以听清楚每一个字。而且你可以跟着一起说。跟着说，练习发音。小美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春节故事？除了年的故事，我还喜欢听关于压岁钱的故事。压岁钱，那个也很有趣。对，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小孩压岁钱。听了故事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是为了压住不好的东西，让小孩平安。没错，所以故事不仅是故事，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。对，学习中文就是要学习这些文化。我有一个小建议，
什么建议？多听故事，特别是慢速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好建议。这样你的中文会进步很快。是的，而且你也会更喜欢中文。是的，理解文化故事真的很有帮助。对，这样我们学习中文就更有趣了。大明，你最喜欢春节的什么故事或者习俗呢？我最喜欢吃饺子。哦，饺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吃饺子代表团圆，家人一起包饺子，一起吃饺子。对，团圆很重要，而且饺子的形状像以前中国的钱，对吗？是的，它也代表财富，希望新的一年有很多钱。哈哈，这个很棒。你小时候经常吃饺子吗？当然，我奶奶每年春节都会包很多饺子，味道特别好。哇，听起来很温馨，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传统。是的，在慢速中文故事里，我们常常听到这些习俗。你说的对，学习中文不仅是学语言，也是学文化。正是这样，了解这些故事，能更好地理解语言。那么，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当他们听慢速春节故事时，有什么小建议吗？我觉得第一点，不要想理解每个字。是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很多人会因为听不懂一个字就放弃了。对，那样会很累。我们要先听懂主要意思就好。就像听春节饺子的故事，记住饺子、团圆这些关键词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抓住关键词。这个是好方法。那第二点建议呢？第二，可以试着跟读故事。跟读，你的意思是跟着音频一起读吗？是的，听到一句话就跟着说一遍，不需要很快。这个方法能帮助我们练习发音和语感。没错，嘴巴和耳朵一起工作，记忆也会更深刻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听主要意思，抓关键词，然后多跟读。对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好方法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些建议，会觉得学习更有方向。希望如此。小美，你除了饺子，还喜欢春节的什么食物？我喜欢吃年糕，因为它代表一年比一年高。年糕也很有意思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春节故事。是的，很多食物都有它特别的含义和故事。这些都是学习慢速中文的好材料。没错，春节故事真的能帮我们学到很多。它不仅是语言，更是文化的窗口。通过故事，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。所以，听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式。特别是在慢速中文的帮助下，大家都能轻松学习。比如，听关于饺子和年糕的故事，就能学到很多生词。是的，而且这些词语会更容易记住，因为有故事在里面。在情境中学习，效果真的不一样，比死记硬背单词表有趣多了。小美，除了吃东西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春节习俗是值得我们关注的？我想到了贴春联，红色的纸，上面写着美好的祝福。哦，贴春联也很棒，还有倒贴福字。对，福到了的意思。这又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些春节习俗的故事真的很多，而且都很有意义。是的，而且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找到慢速中文版。所以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选择，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故事来听和学习。是啊，小妹，你觉得听这些慢速中文故事对我们学习中文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？当然有啦，我觉得有3个好处。哦，哪3个？第一，你可以学习很多新的词语和句子。这个很重要。第二，你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。对，春节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可以练习听力。听力练习非常重要。我常常觉得听中文很难。是的，所以慢速中文对初学者很友好。我也觉得，我试过听新闻，太快了。对，新闻的语速很快。
慢速中文故事语速慢，你可以听清楚每个字，听清楚每个字真的很有帮助，而且很多慢速故事会重复一些词语。这样就更容易记住它们了。是的，比如你第一次听可能只理解50%， 50%还不错。你听第二次可能就理解70%了。哇，进步很大。对，然后你听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你会理解更多。这样反复听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？是的，这叫重复听力法。重复听力法，听起来很有效。我自己学中文的时候也经常用这个方法。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春节故事吗？我特别喜欢听年兽的故事。年兽的故事，那个很经典，对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有点难，因为有很多生词吗？有一些，但是慢速版帮助我理解了。你听了几次才完全理解？大概听了3到4次，每次听我都会发现新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比如说呢？比如第一次我只关注年兽和红色，哦，因为年兽怕红色和鞭炮。对，第二次听我注意到了老人家的角色。那个告诉大家怎么赶走年兽的老人，是的，他很聪明，对吗？他非常聪明。第三次听，我开始思考故事里的勇气。勇气？你是说人们面对年兽的勇气？对，他们害怕，但是他们还是想办法。从故事里学到不止语言，还有一些价值观。没错，所以慢速中文故事不仅仅是学习中文，它还是了解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好方法。我还喜欢压岁钱的故事。那个也很有趣，关于岁的故事。对，岁也很可怕。但小孩子收压岁钱很高兴。是的，所以听故事真的很有趣。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也会喜欢这种学习方式。我相信他们会的。是的，通过故事学中文真的很有趣。小美，你觉得学中文故事哪个部分最棒？我觉得是了解文化，每个故事都有背景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中国的习俗。你说的对，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年的故事，就让我们知道了春节的来历。对，还有为什么放鞭炮，为什么穿红色衣服，这些都和故事有关系。所以学故事不只是学语言，也是学文化。没错，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听中文故事真的很好。那小美，你有什么好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？怎么更好地用故事学中文？好的，我觉得学中文故事有3个小技巧。哦，是哪3个呢？快告诉我们。第一个技巧是多听几次。多听几次。你的意思是听一个故事听很多遍吗？是的，第一次听可能有些词不明白，没关系。我明白。多听几次可以更熟悉发音和语调。对，而且多听几次，有些词你慢慢就会猜到意思。这是个好方法。那第2个技巧呢？第2个技巧是先听懂大概意思。大概意思就是不用完全听懂每一个字，对吗？对，不用太紧张，先知道故事讲了什么，谁是谁，发生了什么事。这样就不会因为1、2个生词而放弃，这很重要。是的，抓住主要信息，放松地听。很好，我已经学到了2个技巧。那最后一个技巧是什么？最后一个技巧是听完后再查生词。哦，明白了，不是一边听一边查，是听完整个故事再查。没错，这样可以保持听故事的连贯性，也锻炼你的猜测能力。我明白了，先多听，然后理解故事主线，最后再解决生词问题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这3个技巧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。太棒了，这些建议非常实用，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记住。我相信他们会的，用这些方法学中文故事会更有效。是的，而且会更有趣，不会觉得太难，也不会觉得无聊。对，学习就是要快乐，这样才能坚持下去。小美，你说的太好了。那么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春节故事，还有学习技巧。是的，我们分享了很多，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。我有一个想法，
下次我们也可以讲一个关于中秋节的故事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中秋节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对，比如嫦娥奔月，那是一个很美的故事。是的，我很喜欢那个故事，有很多生词，但是很有趣。所以下次我们可以用慢速中文来讲解。期待，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也这么认为，故事是最好的老师之一。它能让我们自然地接触到语言和文化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，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学习的建议。是的，希望这些建议对大家有帮助。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进入下一个环节了？是的，我们马上要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词语。太好了，大家准备好纸和笔了吗？或者用手机记录也可以，这些词语都很重要。没错，回顾是学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它可以帮助我们记住新学到的知识。所以，请大家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词汇回顾。我们马上开始。好的，小美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春节的故事。你觉得春节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？我觉得春节最重要的部分是团圆。对，团圆，一家人在一起，非常开心。没错，大家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。我们还说了春节吃什么。当然，北方人喜欢吃饺子，南方人喜欢吃年糕。对，吃饺子和年糕都有好的意思。饺子像元宝，年糕是年年高。这个意思真好。春节不只是吃和玩，它也有很重要的文化。对，它代表着对新年的美好祝愿。大家还会互相拜年，说新年快乐。孩子们最喜欢红包了。是啊，红包里面有爸爸妈妈的爱和祝福。所以，春节是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节日。总结得很好，大明。我们今天讲了关于春节的很多事情。希望大家通过这些慢速中文故事，对春节有了更多了解。也希望大家学习了新的词语和句子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关于春节的词汇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第一个词是词语，春节，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。第二个词是词语，新年，大家都会说新年快乐。第三个词是词语，团圆，春节的时候，家人会团圆。第四个词是词语，红包，孩子们喜欢收红包。第五个词是词语，拜年，我们去朋友家拜年。第六个词是词语，故事，我喜欢听中国的故事。最后一个词，词语，快乐，祝你每天都快乐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复习了这7个词语，大家要记住它们哦。希望大家能多听、多说、多练习。我们的春节故事慢速中文系列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很高兴回答大家的。下次节目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有趣的中文学习内容，敬请期待。再见。再见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和订阅。下次再见。